在我们影像科，我们更担心的呢，从来不是说，您体重秤上的数字，而是说脂肪分布的位置。好的。好的，胡医生啊，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是很多现代人的痛点了，就是腰疼啊。我敢说很多的观众朋友十有八九都被这个问题曾经困扰过。那很多人呢，一旦有了腰疼啊，第一反应就是完了，腰间盘突出了，是不是？甚至呢，还有人一疼就赶紧去找人，比如说推拿呀、正骨啊等等哈。那站在影像科医生的这个专业角度上啊，毕竟您能看到这个我们肉里面的骨骼它到底生长成什么样子？您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普遍的现象，以及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应对它？主任，您提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而且是一个在临床和影像科都极具代表性的一个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普遍而又非常容易被误解和误导的一个健康认知。对，所以确实我们的这个直觉的感受和实际的情况之间啊，它可能是有一些差距的。那您作为专业的影像科的医生，从专业的视角上来看，比如说我们因为我今天觉得不舒服了，我去给这个腰拍个片子，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或者说我们最常见的，我们通过这个片子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发现？根据我们影像阅片数据和临床流行病学的研究，真正在影像上表现为明确的，或者是能够解释患者严重疼痛症状的椎间盘突出并压迫神经根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所有腰痛就诊患者当中实际比例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高。更多的情况其实是什么呢？我们在影像上看到的是一些退行性的改变，比如说轻度的椎间盘膨出、小关节的增生、韧带轻度的肥厚等等。那这些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为身体结构在长期使用当中产生的年龄相关的一个正常磨损，或者说是一个适应性的变化。就像家里的一台车开久了，某些零件也会正常的有一些磨损的状态。这个磨损这个比喻其实非常形象了但是大家可能很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些磨损的影像结果它经常和我切身体会到的，我们真的觉得挺疼的，这怎么对不上号呢？关键在于这些影像上的结构变化和患者感受到的疼痛状态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一对应的一个因果关系。很多有这些影像改变的人可能完全没有症状，而很多疼痛非常剧烈的人，影像改变呢却可能是很轻微的。所以其实它不能够完全划等号那这也是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错位，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实际的一个后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患者在寻求治疗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走入一些误区。所以腰疼就认为是椎间盘突出，并立刻寻求强烈的一个外力干预在医学上可能是不精准的，甚至会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因为它可能会忽略导致疼痛的一些其他更常见的原因，比如说我们的肌肉劳损，或者说筋膜炎、小关节功能紊乱，以及核心肌群的一个稳定性不足等等。所以其实面对腰疼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遵循一些科学的思路。那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能够避免走到误区里面去？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科学的做法应该是通过医生的专业问诊和体格检查，结合必要的一些影像学证据，进行一个综合判断，明确疼痛的真正来源，然后采取针对性的阶梯化的治疗和康复策略，这样才能更安全，也更容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好的，胡医生刚刚介绍到了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感受到一些腰疼，但事实上和大家普遍想象的，比如说椎间盘突出等等这些，其实不能够完全划等号，它可能不一样。是的，这正是现代骨科还有康复医学的一个重要认知。在我们的日常影像阅片工作当中，常常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影像症状不匹配这种现象。这种不匹配
不匹配，其实听起来是有一点反直觉的，对吧？是这样。毕竟我觉得这儿疼，结果您说不是这儿的问题啊，或者说不直接是这儿的问题，那您帮我们具体的来描述一下，这是怎样两种典型的情况？我们看到很多片子，也就是影像上啊，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蜕变的程度看起来很明显，但如果询问这位朋友呢，他可能只是偶尔会有轻微的不适，甚至有些人完全没有症状这好比一棵树的树干有一些弯曲，但它本身是很稳固，不影响树的生长和功能。那反过来，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症状很明显的朋友，长期腰痛、背痛、活动受限，非常的痛苦。那一看他的片子，椎间盘骨骼的形态学改变却相当的轻微，远不足以解释他感受到的疼痛程度。那就像我们的房子，它的梁柱可能是有轻微的倾斜啊，但固定梁柱的许多绳索，就包括我们身体的肌肉、韧带已经松了，或者是拉伤了，导致整个结构的不稳，出现摇晃啊，居住在里面人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很担心。那这个比喻就是说，您症状可能很重了，但可能这个腰椎 CT 或者是磁共振来说，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明白了，这两个比喻非常的形象。一个是说，可能症状其实已经很严重了，但事实上本质上这个病情并不严重啊。然后有的呢，它可能是病情很严重了，但它的体感却并不严重。